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次我们回到了问题指甲案例，来分享一个很棒的标题啊，那就是烂手指开会的恐惧。好，为什么说烂手指开会有恐惧啊？那是跟我切身我自己本身也有曾经一模一样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适合来分享。当然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烂手指的状况来。而且这只双手跟我之前一样，我之前比它更严重，那真是手烂到不行。这么烂的手会有很多烂手指的困扰，非常的严重，而且会严重的打击我的自信心啊。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是要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美只要健康就可以。所以这个例子，他从左边第一周到右边只花了16周，他的目的只要把指甲跟皮肤变健康，日常生活不受干扰就 OK 了。这是一个很常见男生矫正的一个案例，加上我自己过去有一模一样的困扰，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的详细矫正过程我们有写成文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链接，点进去看一下。你宝贝问题指甲专门店。在开始讲解这个例子之前，我们还是要业配一下你宝贝指甲，我们专门解决指甲问题的困扰。一开始是由 Peggy 去温哥华研修指甲专业课程，从2008年创业至今，专攻问题的指甲的处理，而且到现在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5000位客户了，绝对是您烂手指的好伙伴。烂手指开会的困扰，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双手，这双手是处理之前的双手，还有什么问题？像是硬茧有干裂，指缘是红肿的，而且干皮也增生，而且指甲超短，甚至还有凹凸的甲面，而这样子的手会导致开会会很害怕。那这个例子，他是金融相关的中高阶主管。那像这样子的工作，常常需要开一些闭门的小型会议，人跟人之间是离得比较近的，所以这个时候参与开会的人都会看得到他的烂手指，因为有时候要比文件或者是拿起来，或者是用手去比这个白板上的东西，甚至你在跟这个与会者握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你的手怎么这么烂这么硬这么多刺所以会有这个因为自卑而恐惧开会。这个例子跟我之前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我以前最害怕开会，所以我开会的时候都是小叮当手，就是手不敢拿出来我都是这样子，这样子指，这样子。那可是这总是要解决的吗？因为在很多金融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适合录音或者是远程做交流的，有很多秘密或跟信任相关的东西是需要人和人之间很近距离的对谈的。这个当了中高阶主管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啦。好，手烂到不行。来看一下他的手如何烂到不行的呢？像是他一直是撕皮，所以撕到脱皮，不但是撕皮，还剥皮剥到受伤，甚至一直抠皮肤也抠到红肿，然后咬指甲咬得超短，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出伤口来，所以伤口还会结痂。那为什么手会烂到不行？那就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日常保湿的不足，第二个工作上反复不停的损伤，第三个心理上的紧张跟烦躁。那当然这个例子本身没有工作上的损伤啦，但是他平常面对电脑在紧张的时候也会抠手这也是工作上的损伤。那以上3点会反复的互相影响，最后长期来说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你的指甲让你的手变得越来越烂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过去有拍过这样子的影片跟文章，有特别去讲解抠指甲到底是心理的问题还是生理的问题其实我做了一个蛮详细的解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右上方的链接跟下面的说明栏都可以点进去看。烂指甲的困扰，我们讲了这么多接下来看一下烂指甲到底有哪些现实上的困扰，像是
这个指甲很烂啊，指尖就会刮人，这是认真的。再来是那个硬剪刺刺的哈，也会去刮皮肤，也会刮其他人的皮肤。再来脱皮会勾衣服，脱出来的肉刺硬硬的肉刺，有时候会把衣服刮伤，尤其是把高级衣服刮伤。再来是指甲容易断裂，或者是伤口会痛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困扰。但是这一些都没有下面来的严重啊，那就是开放性伤口。有没有看到开放性伤口？当你抠太严重，抠出一个洞的时候，它就会有开放性伤口。开放性伤口就是病菌感染的破口啊，各种有的没的细菌，各种有的没的感染，都可以透过这个开放性伤口而入侵你的身体。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要解决了。那当然了，烂指甲还有一些不是实物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困扰。例如说，和人接触时候就会很自卑，明明是个很自信、很阳光的人，可是一想到跟手有关，就会缩起来，而这个缩起来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像是在工作的时候就不愿意外人看到双手，所以就会小叮当手。可是小叮当手就会让人不觉得你有自信，那开会的时候就不容易说服别人咯。再来，社交的时候握手是非常担心紧张的。当然了，最近疫情期间当然是不会握手，可是平常要握很多手，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肢体接触，那怎么办？那个手一伸出来超烂的，多害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恋情啊。这个和手有关的所有亲密活动都要从手开始。你的手，尤其是男生的手你这么粗的手，你要去碰女孩子的手、脸颊、腰甚至其他地方的时候，想想看，那多让人不舒服，多让人害怕，所以它会严重影响了亲密行为所以这些问题下意识的让人不自觉的感觉到恐惧，大大的影响了一个人的工作、社交、恋情这很严重，真的很严重，我切身之痛。处理手指的困扰，既然问题很严重，就要去处理。那如何处理呢？第一点，做好日常的指缘保湿这个时候我会建议指缘油跟外用膏，1天10次适量涂抹，或者是手部深层保养，可能定期每个月1次，然后去把太严重的部分处理一下。再来就是要做调整型的人造指甲，去保护指甲，并且调整指甲。那么有关于指缘油的部分，我们过去也写过文章，也拍过影片，想要了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对于男生来说，最有用、最常用、我们最喜欢的万用膏，之前也是一样写过影片，写过文章也拍过影片，一样右上角或者是说明栏也有连结。手部深层保养它是急救的好配方，当很严重的时候赶快手部深层保养，把一些很老人的东西给处理掉。当然了，想要了解的话，一样连结可以往里面点。调整型人造指甲，刚刚讲的是保养的部分，那调整型人造指甲的部分呢，我们会使用客制化复合式的人造指甲来处理。通常来讲依据状况的不同，大概9到21天会来修补一次，然后初期9天后来会慢慢延长，然后让这个受损的指甲在保护中慢慢成长，并且调整不正常的指甲形状，让你的指甲能够恢复该有的厚度、弧度与外观。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所以它从左边到右边就只花了16周，它大拇指也是从左边到右边花了16周。当然这是一个很顺利的例子，也有不顺利的咯。如果各位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我们也写过问题指甲处理的文章，在下面的链接里面可以往里面点。指甲改善过程，既然提到这个例子，不免数落大家看一下，最左边是第1周，然后一路进步到第8周，然后再继续从11周、14周到16周，这进步状况还蛮不错的。指甲不错，皮肤也非常不错，因为指甲的问题都源自于皮肤。好，如果各位对这个例子很有兴趣的话，
他也写过文章，详细的文章啊，在下面的链接可以往里面点。烂手指是可以处理的。最后到了结论的时候了，我们再看一次什么是烂手指哦，烂手指有够烂，会自卑，很困扰。好手指好手指不一定要很漂亮，健康的手指就是好手指啊！再看一次烂手指的大拇指，是不是很自卑，很让人困扰？但是健康的大拇指，哇，令人开心，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跟自卑。所以说，我们的双手不一定要完美，在很多时候，其实手指健康就好。如果说你还要追求完美，那可以，那就可以继续追求。可是至少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健康。问题指甲处理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几个东西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第一个，需要正确的、完整的卸除人造指甲，不可以自己抠掉啊，自己抠掉问题很大啊。另外，之后还要继续维持适当的日常保湿，避免指甲的破坏跟伤害。然后，如果说维持不好的话，偶尔来做一下手部深层保养。如果更不好，指甲好像有点变形，出了点问题，那就赶快进场做维修，可以做个几次，然后拉回来一点点，不要让它持续恶化下去。讲到这里，各位应该已经有更深入的了解了。如果说有各种的问题想跟我们讨论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哦。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拜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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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看不见路线，谁没路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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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没路线？你怕不？